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同样是60岁左右，有气质和没气质的女人比，到底差在哪里？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气质是女人心中永恒的追求，在这个看脸的时代，长相或许能吸引人一时，但时间一长，大家就会明白，真正让人难以忘怀的，还是那份独特的气质。想要持久地散发魅力，关键就在于提升气质。气质不仅仅是一种迷人的人格魅力，更是一种对待生活的优雅姿态，是成熟女性智慧的体现。容貌、穿衣风格这些都能模仿，但气质没那么容易复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同样是同龄人，有的人就是显得特别出挑，尤其是过了60岁，气质的差别一目了然。看60岁左右的女明星就知道，气质女人与普通大妈的关键差别。差别一，会穿的女人选择少而精的单品，简约不简单。拿林青霞来说，她几乎不穿那些花哨复杂的衣服，更偏爱那些看起来简单大方的单品，比如白衬衫、驼色风衣、黑色阔腿裤，这些都是她的常见搭配。这些衣服虽然款式简单，但因为面料上乘、剪裁考究，穿上身显得特别有档次。其实，时尚的真谛就是在于精而不在于多。真正懂时尚的女人，衣柜里衣服可能不多，但每件都是精心挑选的，随便一搭就能展现出满分气质。所以说，衣服上堆砌的花朵、蕾丝边、亮片未必能增加时尚感，尤其是我们60岁的女性，大面积的花朵印花、密集的亮片装饰、夸张的蕾丝边，这些反而会让你显得更加老气，皮肤也会显得更暗沉。差别二，注重体态管理，体态不好的女人更显老。体态是一个人气质的直观展现，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懂得保养的关键尺度。那些气质超群的女人都是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走起路来步伐坚定又不慌忙，既不拖泥带水也不火急火燎，浑身上下都透着自信和优雅。这种感觉不是那些昂贵的衣裳和护肤品能够轻易带来的。其实，优雅的体态并非得刻意去维持，更多源自日常的积累和培养。很多人总以为那些迷人的体态是故意摆出来的，其实真相并非如此。真正的优雅体态，靠的是平日里点点滴滴的好习惯。就像坐着的时候，自然而然的就把腰背挺直，走路的时候下巴微微收起，胸部挺起，肩膀放松，站立时重心稍微往前倾一倾，整个人就显得特别有精神。这些习惯看似简简单单，但要是真能坚持下去，你的形象绝对会有个大提升。差别三，面部状态重保养，过度医美更显老。医美痕迹严重，面部松弛与自然衰老、皮肤贴固。女人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在很多方面都会渐渐拉开差距，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面部状态了。有的女人为了留住青春，常常会选择医美手段，但这样做时间一长，往往就会出现后遗症，面部开始变得松弛。相反，那些自然老去的女人，皮肤会更贴合骨骼，给人的感觉更舒服。二，拉皮导致表情僵硬与表情柔和舒展更大气。皮肤松弛，这不过是时间留下的印记，纯属自然现象，我们可别轻易就去考虑拉皮手术。想让皮肤紧绷起来，虽然听起来好像能让皮肤恢复紧致，但实际上没这么简单。要知道，我们的面部结构那是相当复杂的，一旦做了拉皮，脸上就会变得紧绷绷的，稍微做点表情，就显得特别僵硬，看着特别不自然。所以别被那些夸大的宣传给骗了。
其实，懂得顺应自然老去的女人，表情反而会更加柔和自然，笑起来的感染力是由内而外的。3. 过度消瘦太显老与脸上有肉显年轻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们往往会面临2种截然不同的体态变化。一种是身形日渐臃肿，给人一种油腻的感觉；另一种则是过分消瘦，显得颇为憔悴，也很显老。所以我们要拿捏好这个度，脸上保持一点恰到好处的肉感，既清爽又不会显得臃肿。其实微胖的身材比起干巴巴瘦骨嶙峋的样子，要显得年轻多了，而且还多了一份富态美。4. 过度医美毫无气质与从不医美气质出众。气质既看不见也摸不到，但我们就是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。气质就像是一个女人灵魂的样子，体现在举手投足之间。有些女人，她们不太注重外表的华丽，也不迷恋医美手术带来的短暂美丽，但她们的气质却总能让人眼前一亮。这样的女人，她们懂得如何驾驭生活中的各种物质，不会让她们成为自己的累赘，反而能从中汲取力量，让自己更加从容自信。相比之下，那些过度追求医美效果的女人，虽然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，但往往缺乏那种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。气质出众的女人是岁月的积淀，是生活的馈赠，更是内心修养的体现。所以她们总是能比同龄人更有韵味，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。差别4，注重打理发型，发型没精神很影响气质。1. 密集感小卷发太油腻与蓬松顺直发显年轻。发型是衡量一个女人气质高低的重中之重。想了解一个女人有没有气质，看看她的发型就知道了。热爱烫发并没有问题，但要小心那些显得过于密集的小卷发，容易让人显得老气横秋。可以试试蓬松感十足的顺直发，能在视觉上为你增添几分青春活力。当然，这一切的前提是你的发量得足够浓密才行。2. 贴头皮短发太呆板与微卷白发更优雅。其实老去这件事本身并不可怕，真正让人担忧的是你是否懂得如何好好打扮自己，因为这正是导致同龄人间产生差距的关键因素。如果你的头发日渐稀疏，又不愿意尝试烫发，就可能会显得有些呆板，缺乏活力。可以尝试将头发烫成微卷的弧度，这样一来，即便是满头白发，也会显得格外优雅，别有一番韵味。3. 齐刘海直发太老土与露额头卷发时毛有气质。挑选发型不能刻意扮嫩，不要以为剪齐刘海留直发就会显年轻。实际上不仅老土，还特别没有精气神。聪明女人往往都爱露额头，再将头发剪短烫卷，时髦又有气质。4. 头顶塌陷显脸大与头顶有高度显脸小。好气质从来都不是肤浅的纸皮囊，而是优雅自信的体现。千万不要让自卑占据你的灵魂。一款发型的头顶位置不能有塌陷感，头顶处的发根要烫得力挺蓬松一些，修饰脸型的效果才会更明显，也会从外形上让你显得更自信。差别5，注重穿搭，气质穿搭才高级。1. 无效打扮太普通与得体打扮更高级。大龄女性在穿搭上要敢于打破常规，勇于创新和尝试。你会发现有些女性明明底子不错，可一旦穿错衣服就显得特别普通，毫无亮点。这主要是因为她们太过于守旧，不敢突破自己的舒适区，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气质。穿衣打扮就必须讲究，选择那些剪裁合体、线条分明的服饰，不仅显得落落大方，还能让你看起来更加利落有型。2. 老年妆暴露真实年龄与优雅穿搭气质出众。谁说女人年纪大了
就只能穿那些所谓的老年装呢？那些花色复杂、配色刺眼、款式过时的衣服，会拉低人的气质。其实，简约设计的服装，才更能凸显出那份优雅高贵的气质。3. 面料质感差显廉价与面料细腻有质感。都说细节决定成败，在穿衣打扮当中，面料材质就决定了细节高低。做工粗糙、容易褶皱、透肤感强的面料，质感是很差的。想要突出高质感，那么服装面料就要足够细腻、平坦、紧密。4. 松垮无形显臃肿，与版型合身更显瘦。衣服的版型和我们的身材线条息息相关。如果衣服松松垮垮，没有型，穿在身上就会显得特别臃肿，还容易显得老气。而合身的版型才是提升精神面貌的关键。肩袖位置贴合得刚刚好，衣长也合适，腰线位置稳固，这样就能轻松穿出显瘦遮肉的效果。2. 想要提升气质，记住这6个气质密码。气质密码1，从穿搭方面开始提升，学会这3点穿搭技巧，60岁也能优雅不显老。要点1，用色彩均衡法提升高级感，饱和度是关键。想要穿衣更显高级感，色彩均衡法可是个不错的秘诀，其中饱和度可是关键所在。对于60岁左右的女性朋友来说，在挑选衣服颜色时，低饱和度的柔和色调可是首选，比如浅黑色、杏仁白、烟灰色、浅绿色，这些颜色不会跟我们偏黄的肤色产生太大对比，能巧妙地提亮肤色，让你看起来更加优雅年轻。当然，黑白灰这3种经典颜色也是必不可少的。不过60岁之后穿要有点技巧，纯黑色虽然显瘦，但一不小心就容易让人显老。这时候深灰色、藏青色就是很好的选择，既能保留黑色的显瘦效果，又不会显得太过沧桑。还有个小妙招，就是在黑白灰的基础上加一点点亮色来点缀，比如一条彩色的丝巾，或者一个精致的胸针，都能瞬间提升整体造型的活力感，让你看起来更加精神焕发。要点2，掌握版型平衡术，身材缺点立刻被修饰。1. 松紧有度，选择有结构感的宽松服装。60岁上下的女性朋友，身材或许会有一些小变化，比如腰部和腹部可能会多出一些肉肉，手臂也可能变得不再那么纤细。这个时候，穿衣搭配就得讲究点技巧了。太紧身的衣服会显得有点勒，而完全没型的宽松衣服又会让人看起来臃肿。其实那些带点结构感的宽松服装就挺好，比如说 A 字型的连衣裙，穿上它，身材曲线自然就出来了。微喇叭裤能够很好的修饰腿型，显得腿更长更直。还有竖条纹的衬衫，竖条纹在视觉上有拉长效果，穿上就显得人瘦高。这些衣服既能巧妙地遮盖住身材上的小瑕疵，又能保留一份线条感，让人看起来既舒服又显得格外优雅。2至3厘米鞋底配圆头，舒适不及脚还增高。鞋子是整体造型的点睛之笔，也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品味的重要标准。对于60岁左右的女性，最理想的鞋子是那些具有2至3厘米鞋跟的圆头鞋。这种鞋子既能提供足够的支撑和舒适度，又不会像平底鞋那样显得没精神。要点3，学会重点强调法，一套搭配只强调一个重点。那些真正有气质的老年女性，她们在穿衣搭配上都有着一套自己的心得。她们擅长运用重点强调法，就是在一套搭配中只突出一个亮点。这个亮点可能是一条颜色格外鲜艳的丝巾，也可能是别在衣襟上的一个精致小巧的胸针，亦或是一个看起来特别有质感的首饰。
而除了这个亮点之外，他们会让其他部分的搭配都相对低调，不会喧宾夺主。这样的穿搭方式既不会让人感到眼花缭乱，产生视觉疲劳，又能巧妙地彰显出他们的个人品味和独特气质。气质密码2，用发型提升气质。发型决定精神面貌，60岁女人剪短发更精神。想要提升自己的气质，其实可以从改变发型入手，一个适合自己的短发造型，就能让你瞬间焕然一新。推荐大家多尝试几种短发，比如波波头、挂耳短发和耳下短发。这些发型不仅能够巧妙地修饰面部轮廓，还能在视觉上减少皱纹和松弛肌肤的感觉，让你看起来更加年轻有活力。气质密码3，勤于面部管理。脸部表情管理，微笑比任何化妆品都管用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们的脸上难免会出现皱纹和松弛的迹象，但是养成好的表情习惯，真的能够减轻这些岁月痕迹带来的影响。常常保持微笑，你会发现面部的线条就会变得更加柔和，而且微笑还能传递出一种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。这种从心底散发出来的自信和活力，简直比任何昂贵的护肤品、化妆品和医美都要来得自然，来得动人。气质密码4，练习优雅端庄的仪态。想要拥有好仪态，不妨试试这3步。第1步，打造修长线条，拉伸运动不能少。60岁的闺蜜比同龄人年轻多了，仪态非常好。她优雅端庄的气质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对线条的塑造。像舞蹈、瑜伽这些拉伸训练，既能拉长肌肉线条，又能让身形挺拔，还不太激烈，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女性。第2步，肩颈背部要舒展挺拔，要注意细节。有了线条打基础，修炼肩背就变得容易多了。这不需要你花太多时间去运动，只要日常多提醒自己，别脖子前倾，别老低头玩手机，就会有很大改善。特别是要记得双肩下沉，双手自然下垂，这样自然的舒展挺拔，比刻意维持的僵硬姿态吸引人多了。第3步，腰臀腿部要端正得体，举止的注意发力点。腰、臀、腿这3个部位跟气质关系很大，气质好的女人绝对不会有二郎腿、葛优瘫这些姿势，她们站立行走时发力点都在腹部，就是健身教练常说的收紧核心，用臀腿发力，这样一来人看起来更有精神，长期坚持还能瘦身。气质密码5，长期自我管理。毕淑敏曾有一句话，她说，一个人只有将全部身心安置在最好的状态，才能将自己变成一缕柔软的棉纱，与千疮百孔、千回百转的世界温暖相拥，编织精彩绚丽的人生。所以啊，女人想要提升气质，穿搭得体、谈吐优雅、保持身材等，只是表面上的模仿，没有深入到核心。女人的气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，不是单靠某个行为就能成就的。要想真正拥有气质，就得像毕淑敏说的那样，让自己时刻保持在最佳状态。这就需要长期的自我管理，形成一种自律的生活习惯。真正的自我管理，不是刻意去做某件事来提升气质，过几天又抛在脑后，也不是因为一时兴起就去尝试新事物，更不是在自己心情低落或忙碌时，找各种借口逃避。那些懂得长期管理自己的女人，她们不会因一时的困难或情绪而放弃，而是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的坚持。这种习惯在潜移默化中，让她们一点点蜕变，最终变得气质如兰、优雅知性。所以要想成为一个有气质的女人，就要学会长期自我管理，让自律成为一种习惯，这样才能在岁月的沉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。气质密码6，不随意透支身体。
健康无疑是至关重要的，没有例外。你会发现，一个气质出众的女人，她的魅力与自身的健康紧密相连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她总是显得容光焕发，身姿轻盈。正是得益于健康的保障，她才能持续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。即便年岁增长，依然是一道迷人的风景。相反，那些随意消耗健康的女人，不仅生活变得一团糟，体质也逐渐变差，精神萎靡不振，黯然失色。可以说，精神是女人的门面，而身体则是精神的基石。没有健康的体魄，哪来神采飞扬的精气神？更别提令人钦佩的气质了。那些越活越有气质的女人，深知最好的善待自己就是保养身体，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，从不轻易透支健康。年轻时或许觉得身体好不在意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那些曾经的疏忽都成了让人痛苦的诱因。身体好，状态自然好，整个人精气神充沛，气质也随之提升。从今天起，坚持锻炼，早睡早起，规律饮食，只有与健康同行，才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，整个人也会越来越有魅力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女人这一生，美貌是短暂的，物质是流动的，唯有气质是永恒的。让自己成为一个灵魂有气质的女人，不断修炼，充实内心，不负时光，不亏欠自己，让生活闪耀出璀璨的光芒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